今天呢，我们用黑鱼给大家分享一个全网最详细的酸菜鱼做法，赶紧收藏哦！就我感觉就最大的。对，特别大汤。34.5，34。买酸菜一定要买这种酸菜，鱼酸菜啊，这是专门是做酸菜鱼的。带一瓶这个泡椒、野山椒。黑鱼的年夜呢就是多，2斤多重的黑鱼34块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公三。今天呢，我们用黑鱼呢给大家做一个酸菜鱼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给黑鱼分割去骨。这只黑鱼呢是让摊主提前宰杀好的。我们首先用刀逆着鱼鳞的方向刮擦，这一步的目的呢，可以有效的去除黑鱼表面的粘液，让我们后期制作起来呢不会打滑。然后从头部的鱼鳍下方呢，将它的头部去除。黑鱼的头呢，基本上是没有肉了，除了这个腮帮子的位置有点肉。在黑鱼改刀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每一个步骤呢都要去清一遍砧板，因为它的粘液太多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从分割处贴中骨的位置呢平移至尾部。在操作这一步的时候呢，我们尽量用抹布去包着鱼身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取下半片鱼肉。另外一边呢也是同样的操作方法。剔除下来的主骨，我们留着和鱼头放在一起炖汤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得到了2个半片鱼肉。下一步呢，我们来去除鱼片上面的鱼腩骨。首先呢，我们找准鱼腩骨大刺的边缘，用刀尖轻轻的划开，然后贴底部，从头片到尾。这样一来呢，就可以轻松的去除黑鱼的鱼腩骨。另外一块呢，也是同样的操作方法。去除完鱼腩骨之后呢，下一步我们来片制鱼片。黑鱼的体积呢较窄，所以我们片的鱼片呢要片夹刀片，也就是说第一刀我们不切断，切到鱼皮的位置不切断，然后第2刀呢我们再将它切断。这样一来呢，它就是2片连在一起的，看上去呢就比较大。那么这个夹刀片怎么切？首先呢，我们用刀尖的位置顶住鱼肉，另外一只手按住鱼，刀尖向前推，推到刀尾的位置，然后轻轻的回拉。刀身呢一定要平着往后拉，这样拉回来以后呢，正好拉到鱼皮的位置都不会断。然后接着我们去片另外一片，同样呢还是用刀尖的位置推到刀尾。下一步呢，我们还是往回拉，这一次我们拉的时候呢，把刀身略为回正，上抬大约15度向后拉，这样一来呢就可以轻松的取下鱼片。这一步呢我们一定要多练习，熟能生巧。贯彻起来的动作呢是这个样子的，一推一拉，一推一拉，就可以轻松的取下鱼片。我们将片好的鱼片呢放在一个容器中备用。剩余下来的鱼头、鱼骨还有鱼腩骨呢，我们将它剁碎，放在一旁呢留着炖汤。另外这个鱼骨上面的血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。片好的鱼片呢，我们先将它放在清水中去清洗一遍。清洗的目的呢是去除上面残留的淤血，还有在片的时候呢会沾到一些木屑。清洗了2-3遍以后呢，水就是变成清澈的了。我们将它放在水中呢泡20分钟左右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改刀处理酸菜。这个酸菜呢，我们将它拆出来之后呢，里面的水就不要了。像这种酸菜鱼的酸菜呢，它共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呢是前面酸菜的菜根，还有菜根后面的菜帮，最后呢是菜叶。这3种部位呢改刀的方法都不一样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将它从中间呢一分为2，将菜叶呢单独分割出去。菜根呢我们用刀片，因为菜根呢它非常的厚，里面呢也含有很多的盐，如果不片薄一点呢，吃起来非常的咸。后面的菜帮部位呢也是把它简单的片一下就可以了。菜叶部位呢，我们将它码放整齐，然后直接切段。切好的酸菜先用清水呢清洗几遍，然后洗到这个水是清澈的为止，放在水中呢也是泡至20分钟左右，去除里面的盐分。接下来我们来改刀一些小料，一些葱姜蒜。生姜和大蒜切末，小葱呢我们将它切成葱花。这个野山椒呢大概2块钱一盒，正常的话呢我们放1/3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我们点火起锅，锅中烧水，水开以后呢我们将它倒在一旁的容器中备用。这一步呢我们来炖制鱼汤。当我们的锅再次烧热以后呢，先加入半勺猪油，再来小半勺豆油，大概5-6成热的油温下鱼块，然后用中小火慢慢的去煎制。在煎制的同时呢，我们用勺子或者是用铲子呢将它按碎，这样炖出来的鱼汤又浓又白还有香。
炒至鱼肉略黄的时候呢，我们将刚才烧开的开水呢加进去，再放2片生姜和2根小葱，盖上盖子，咱们给它放一旁呢炖至12分钟左右。锅中鱼汤炖制的同时呢，我们的鱼片也泡好了。下一步呢，我们将鱼片握在手掌心，轻轻的用力将里面的水分略微挤干。黑鱼片呢，它本身有很好的韧性，不管是炒或者是烧呢，它都不容易碎，而且呢还特别的有筋道，所以它的酱制方法呢也比较简单。我们首先呢向碗中加1勺盐，再来少许的啤酒，这个啤酒呢先稍微加一点啊，然后呢用手不停地抓拌，将这个盐和啤酒呢抓拌均匀，并且呢将鱼片抓至起黏。抓匀以后呢，我们再稍微的加一点啤酒，然后再次不停的抓拌，让这个鱼片呢全部将刚才加的啤酒呢吸收掉。当这个鱼片呢抓至很黏的时候呢，我们加入一些马铃薯淀粉。加淀粉的目的呢是锁住里面的水分。再用手呢将它拌匀，再来一点色拉油，让这个鱼片呢不会粘在一起，而且煮出来比较亮。拿一片放在掌心，甩不掉呢就可以了。正好我们的鱼片酱好以后呢，鱼汤也好了，打开锅盖，用纱布或者是细漏呢将里面的鱼骨鱼刺全部捞出来，丢掉不要。剩余的干净浓白的鱼汤，我们将它放一旁备用。泡好的酸菜，我们再用手呢将里面的水分挤干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前期的工作呢就准备完成了。这里是炖好的鱼汤，姜好的鱼片，切好泡好的酸菜，葱姜蒜小料，还有小米辣椒。准备好以后呢，下一步我们来开始操作烧制。首先呢，我们点火起锅，开大火，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烧干。锅中呢什么都不加，直接加入酸菜煸炒。这一步的目的呢是将酸菜中的水分炒干。这一步的目的呢，会让酸菜更加的有口感，而且吃起来特别的香。炒至锅中有明显啪啪啪的声音，就可以将它倒出，放在一旁的容器中备用。另外呢，锅洗干净，再次烧热，加一点油润锅，然后倒出，另加冷油。热锅冷油，下一点提前切好的葱姜，少加一点啊，不是全部都加进去。再下入炒干水分的酸菜，倒入小米辣椒，不停的翻炒，将葱姜的香味和小米辣、酸菜的味道呢炒到融合在一起。这一步呢，我们一定要将酸菜炒透。随后呢，我们下入刚才熬好的鱼汤，加进去，水开呢大约过渡个2-3分钟，将酸菜呢煮透。下一步呢，我们来开始调味儿，加点盐增加底味儿，再来点鸡精提鲜，再加1小勺白醋来增加酸度。为什么不加黑醋呢？因为黑醋会改善这个汤汁的颜色，而且呢没有这个白醋的酸度强。搅拌均匀，再次咕噜1分钟。我们用漏勺呢将里面的酸菜以及泡椒呢将它捞出来，放在旁边的碗中备用。大家这次看清楚了啊，我把酸菜放在这个碗的底部了。随后呢，我们将鱼片用手均匀的撒入锅中。在鱼片没有成熟之前呢，千万别用勺子在里面搅。正确的方法呢，用勺子的底部在里面来回的荡。水开以后呢，再前后推，大约呢1分钟，这个鱼片呢就可以熟了。然后连汤带鱼一同倒入装有酸菜的碗中。下一步呢，我们来放撒料，辣椒中1糊，把它放在最底面，周围呢撒一点花椒粉，没有花椒粉呢可以用干花椒来代替。再放入提前切好的蒜末，还有剩余的小葱花，一定要将辣椒全部盖住，要不然呢辣椒会炸糊的。喜欢呢可以加一点这个川味辣油，加进去之后呢，会使汤汁更加的红润好看，而且更有食欲。喜欢呢可以在我的购物车上去购买，不喜欢呢也可以不放。1勺7成热的花生油，瞬间的将它炸香。最后呢，我们放上一点香菜点缀，一份非常好吃的川味红油酸菜鱼呢就制作完成。那么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，只要按照视频中来严格的操作呢就可以了。每一次长视频的制作都不容易，需要你们的点赞加关注支持。同时呢，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